5月20号，赖清德接棒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其两岸立场及政策走向受到关注。针对其就职演说所释放出的台独信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根源在于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讲话，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岛内的主流民意。台湾地区领导人罔顾民意，逆流而动，释放了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信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陈斌华指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坚不可摧。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行动坚决有力。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陈斌华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不管岛内局势如何变化，不管谁当权，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我们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也就台湾地区5·20就职仪式阐明了中方严正立场，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 王毅指出，近来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密集发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坚定支持中方反独促统的正义事业，再次说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任何人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都将以失败告终。他们每兴风作浪一次，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就巩固1分，对中方立场的理解支持就增进1分。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深圳卫视注意到，在16号举行的第33届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上，阿拉伯国家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写入理事会会议决议，充分显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同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强调，开历史倒车只会坠入历史的深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站在一起，支持中方反独促统的正义事业。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更改变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今天，赖清德走马上任，在其演讲中，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的本性再次暴露。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这一话题也受到了与会记者的高度关注。面对大家的提问，发言人汪文斌强调，不管打着什么旗号，推行台独分裂都注定失败。 实际上，自蔡英文上台以来的8年时间里，台湾已失去10个所谓的邦交国。台独越嚣张，国际社会越是坚定发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声量。比如，阿拉伯国家在最近的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上，就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写入会议决议。这些都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国深对深圳卫视分析，赖清德故意放狠话，是为了掩饰其背离历史发展大势，叫嚣台独不过是狗吠火车。中国大陆牢牢掌握着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目前实际上是非常孤立。他不仅在国际上孤立，在台湾内部是很孤立的，在两岸之间同样的，他
根本没办法去主导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故意讲一些比较刺激性的话、挑衅性的话，意图来争话语权。这背后实际上本质我们可以看出，它是非常虚伪的、非常虚弱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中国大陆，海内外的中国人应该要更加坚定地按照新时代党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来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党内民众对赖清德明目张胆的挑衅言论大为不满，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就痛批赖清德直接又赤裸的表态，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那也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所以我们很担心这对两岸关系未来会造成冲击。中国国民党也召开记者会，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字里行间充斥两国论，正在往独派靠拢，未来可能会比前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更独更冲。针对两岸关系，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提醒赖清德不要用意识形态破坏现状。对两岸未来的发展，绝对不能用两手策略应该一切都是用诚意，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网军侧翼，希望能够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善待台湾人民。岛内媒体注意到赖清德挑衅意味十足的讲话还没结束，台股像大怒神一样坠崖式的瞬间暴跌，一度下泻150点。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楷反问，是否因为赖清德演说内容不符合民众期待？他还担忧未来两岸沟通的机会恐怕越来越小。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王宏伟也分析，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大家买不买赖清德就职演说的单已经不言而喻。他还直言看不到赖清德有关和平的具体作为。在台北股市，大家期待可以从就职演说里面看到一个两岸和平的愿景，或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愿景吗？显然台北股市的股民已经做出了一个具体的回应。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两岸关系研究院执行长潘兆明也指出，台湾内部分歧分裂趋势越来越严峻，这些都将使得赖清德审慎思考是否要调整政治路线。若继续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态。刘国生也对深圳卫视记者分析，要警惕赖清德言论背后的分离主义的立场，法理台独也是行不通的。赖清德今天的就职演说，彻头彻尾的是一份两国论的答卷，把两岸说成是互不隶属，这个完全是两国论的说法。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他在台湾内部都搞不定，他如何在两岸之间遂行他的台独分裂主张？我相信世界各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海峡两岸人民更加看得清楚，谁在破坏现状，谁在引起两岸战争，引起两岸的冲突。那么中国大陆一定按照自身的方式来规范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对台独分裂活动采取坚决的打击。深圳卫视注意到，和赖清德一同上任的还有一众独派政客。根据4月10号起赖清德陆续公布的人事任命，其中一大特色是许多人出身蔡英文系统。此外，包括多位台南帮亲信、新潮流成员所形成的赖系或者南系也将取代英系。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担任台湾安全会议秘书的吴钊燮，在蔡英文任内担任外事部门负责人，是2021年11月大陆公布的首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中的一员。现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入列2022年8月16号大陆公布的第2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且仅次于萧美琴，被排在第2位。同期公布的还有此次担任台安全单位副秘书长的林飞帆，3人都曾服务蔡英文当局，如今被赖清德留任。更令人愤慨的是，在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中遭到两岸舆论强烈声讨的冷血政客管碧玲，仍将留任台湾海洋事务主管部门。观察指，赖清德的言行和现今的人事安排，显示其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历史、文化等认知层面培养台独意识，全面改造岛内民众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这种软台独的行为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产生严重的阻碍和危害。还有分析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台独风险继续走高，台海形势将更趋复杂严峻。处理好两岸关系，营造一个缓和的局面，
是他未来必须要走的路。所以我想未来4年我们还可以拿着棍子再看他要怎么做。如果赖清德要有一个好的一个政绩的话，我相信他必须要回到现实当中来。他即使再继续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我相信台湾各界也是不会答应的。520蔡英文交棒给赖清德，宣告赖清德时代正式来临。然而，赖清德是少数只获得40%选票民意的执政者，加上立法机构内部的民进党席次没有达到半数，朝小也大。将来面临着这个跛脚的危机。此外呢，这个蔡英文任内有多项的政策呢跳票，像是每年夏季反复出现的缺电危机，到现在仍然无法解决。而根据这个联合新闻网报道说，台湾未来必须面临这个通膨压力、贫富差距，还有能源政策这些问题山雨欲来。台湾的舆论也担忧赖清德今天谈话当中对两岸的关系的表述并不友善，还提及美国印太战略。还有所谓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问题，都给未来4年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的因素。将来呢，赖清德会有哪一些具体政策，也需要听其言，观其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的520讲话，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其实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由于此前外界普遍的预期是，赖清德发表的520讲话将体现出蔡规赖随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在两岸问题上，基本上会遵循蔡英文执政时期的基本路线与方针，不仅不会有出格的言论，甚至还会比蔡英文的路线更加积极、更加善意一些。那么赖清德的520讲话终于媳妇见公婆了，事实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对此，我有2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是，跟蔡英文执政8年时的两岸政策与路线，尤其是跟蔡英文8年前发表的第一份就职演说相比，赖清德并没有蔡规赖随，而是在蔡的路线上倒退了，甚至可以定性为出现了大倒退。首先，蔡英文虽然在8年任期内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9·2共识，但是他却在8年前的第一份就职演说中，提到了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无疑是隐隐约约暗示了9·2共识的存在。然而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对此只字未提。其次，蔡英文在2016、2020年2次就职演说中都表示，会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来处理两岸事务。大家知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典型特征是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将两岸定位为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那么这一点在赖清德就职演说中也是中引皆无。第二，我们知道蔡英文的台独路线真正图穷匕现，是在高票连任之后，于2021年提出了所谓的4个坚持，其中的核心就是坚持两岸互不隶属。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没有全部重复蔡英文4个坚持的内容，但是却重点突出并进一步阐述了所谓坚持两岸互不隶属这个最具有攻击性与挑衅性的观点，并且顽固地坚持认为两岸关系的现状就是所谓的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我认为光是凭着这2条，我们就可以基本上断定，赖清德的就职演说中不仅没有善意，甚至连起码的务实与理性精神都没有。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未来的两岸关系捏一把冷汗了。大家知道，8年前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发表之后，大陆仍然将其定性为没有完成两岸关系的答卷。而在蔡英文提出所谓4个坚持之后，两岸关系更是因此走向了风高浪急，两岸官方与半官方交流渠道因此全面中断，两岸外事领域内的斗争你来我往，甚至两岸经贸与人员交流受到影响，都是因此而引起。国台办发言人指出，赖清德520讲话是在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您如何来理解？我认为，对于赖清德的这篇就职演说来讲，最为值得关注的东西无非就是2个。
一是如何对台湾的现状与未来做政治定位，二是如何对两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做政治定位。而且这两个问题其实又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和处理岛内现政权。假如在这篇就职演说中，赖清德自始至终言必称岛内现政权，那就蕴含着他要遵守岛内基本法律与制度，甚至是任何马英九所理解的9·2共识的意味。对此外界可能不一定完全满意，但应该可以接受。假如赖清德使用的是蔡英文创造出来的那个名称，也就是在岛内现政权后面加注台湾2个字，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不伦不类、不符合岛内基本法律与制度，更违反9·2共识，被质疑为借壳上市的隐性台独行为。假如赖清德自始至终言必称台湾，那就是赤裸裸的公然台独行为。也就是说，外界最为关注的是，在这3个名称选项当中，赖清德最终会选择哪一个？从中我们就可以断定出，赖清德真的是想维持现状，还是想搞台独，或者是隐性台独。那么最终让我看得大跌眼镜，甚至是一头雾水的是，赖清德居然给我们打了一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逻辑混乱的醉拳。他一会儿提到岛内现政权，呼吁大陆正视岛内现政权所谓存在的事实，一会儿又沿用蔡英文创造的名称，在岛内现政权后面加注了台湾2个字，一会儿又赤裸裸的直呼台湾这个名称，而且在演说的最后，他还3个名称并用，使出了一道组合拳。除此之外，在提到大陆的时候，他一会儿称大陆，一会儿称中国，一会儿又称呼外来势力，同样也是昨天晚上喝多了的典型表现。那么赖清德的葫芦里面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我认为赖清德绝对是在有意而为之，因为他想在就职演说中表达赤裸裸的台独立场，但是又怕大陆做出过激的反应，同时更怕得罪美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既表达自己的台独立场，又不刺激大陆，同时还能够糊弄住美国，于是他就决定让这3个名称轮番上阵，同时让各方自行去解读。这一现象非常鲜明地显示出了赖清德民主无量、和平无能、独立无胆的政治性格。也就是说，赖清德并没有像民进党事前所吹嘘的那样，以不卑不亢的态度来做这篇就职演说，而是表现得非常狡诈与猥琐。而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也因此而变成了一个满嘴跑火车的鬼扯台独工作者。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又打出了所谓的民主牌，对此您是如何看？我认为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赖清德挂羊头卖狗肉，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鬼扯功夫，而且是功夫相当了得，道行相当的深。赖清德口中所说的民主，指的并不是要进一步深化台湾地区的所谓民主政治，而是要以民主为旗号，号召那些跟台湾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相同的地方来共同对抗大陆，搞所谓的阵营对抗。赖清德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和平，并且将台海的和平稳定摆到了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最高位。但是他首先将近年来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全部归结为了大陆的所谓威胁，却绝口不提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是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和行为。其次，他实现和平的路径，一是要拉美国及其盟友下水来共同保卫台湾，二是号召全体台湾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强化台湾的军事力量。赖清德口中的所谓台湾繁荣，这是要延续蔡英文在经济上脱离大陆的路线，也就是不要中国的台湾，而是要打造世界的台湾，尤其是要响应美国的号召，打造一个跟大陆全面脱钩的芯片产业链。总而言之，赖清德的最终目的是要以台独的思维与逻辑，不仅面对台湾岛内，也不仅面对两岸，而且是要以台独的思维和逻辑来面对世界。我不知道如此一来，两岸还会有和平吗？台湾还能够继续维持繁荣吗？甚至最终台湾的民主还能保得住吗？
中国商务部5月20号一连发布2则公告，宣布将3家参与对台湾军售的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指另一家美国公司将自中国采购的货物转移至不可靠实体清单中的企业。这是商务部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今年发布的头2则公告。有外媒注意到，商务部发布2则公告的时间点正值台湾地区领导人新旧交接，也对美国拜登政府及美国企业释放强烈信号。商务部20号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2024年第1号和第2号公告。公告说，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将依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2条、第8条和第10条等有关规定，决定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以及美国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这3家公司被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以及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被禁止入境。中国也不批准并取消3家公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或居留资格。商务部还对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处以罚款，金额为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实施以来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2倍，并限定自公告公布之日起15日内办理缴款。公告称，若逾期不履行本决定，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将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我们明确的就是对美国的一些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公司、企业，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制裁，那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以武谋独啊，挟洋自重，没有出路。还有一点，这也是警告美国，就是你自己应该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你只要卖，你向台湾地区卖武器装备，那我们就制裁相关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11号，外交部也曾发布对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反制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对高级管理人员不予以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据媒体透露，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及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分别对台出售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及 M1A2T 主战坦克。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是美国重要的无人机和雷达系统设计制造商。2020年11月，美国同意向台湾出售4架 MQ-9B 无人机。2023年3月，宣布由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获得这项合约。内容包括4架无人机、2套地面控制系统零件及其他设备等，总金额约2.5亿美元，预计2027年8月11日完成。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则是一家制造坦克和装甲战斗车辆等军用器械装备的美国企业，曾获得美国国防部价值超过1052万美元的改装合约，协助台湾生产 M1A2T 主战坦克。据台媒此前披露，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首批38辆 M1A2T 主战坦克计划于2024年交付。虽然不少台媒吹嘘 M1A2T 是地表最强坦克，但美国早已停止生产全新的 M1 系列主战坦克，实际上只是对库存坦克翻新改装。分析人士认为，从台军公布的 M1A2T 坦克数据可以看出，其重量为63吨左右，与美军自用的 M1A2C 的73.5吨相差10吨以上，意味着台军的 M1A2T 防护能力方面大为缩水。而清单中的美国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是波音公司下辖5大公司之一，负责军用航空和武器研发工作，曾先后多次参与对台军售，包括陆基鱼叉反舰导弹、斯拉姆1R增程型空对地导弹、F-16战机新型侦察吊舱等。波音民航业务与其军工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联社认为，中国是波音公司最大的商用飞机市场之一。由于航空产业的超长产供链，防务产业链被中国制裁或将影响波音的民航业务。深圳卫视注意到，商务部20号发布的公告还提示，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与不可靠实体清单中企业交易的风险，有证据显示该公司规避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相关规定，将自中国采购的货物转移至不可靠实体清单中企业。这几家企业分别是已经被纳入清单的2家美国军工复合体洛马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商务部要求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确保自中国采购的相关
货物、技术、服务等不向不可靠实体清单中的外国实体转移，并向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办公室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将依法依规对其采取相关措施。有分析指出，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显示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利益和统一的信心，更是显示了坚决与插手台海问题的外部势力坚决斗争的决心。此外，也让台湾岛内一些人看到大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台海和平稳定的信心与决心。你有了这些武器装备，台当局它也不可能改变就是两岸统一的大势，它也不可能这种武器装备就改变两岸的这个军力的对比所以我们说呢，只是在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向缓和方向走，或者是向和平统一上走呢，起了一个负面的作用，起了一个反作用。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这些公司企业受到制裁以后，应该停止向台当局出售这个类似的武器装备。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上任以来以切香肠的方式对台军售13次，而赖清德在其演讲中还提到，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将对外军援一揽子法案签署成法，其中包含对台军援等内容。赖清德还对美方表示所谓感谢。有观察指出，他此番表态无疑是将被中方制裁的这些美国军火商放在火上烤。实际上，美国对台军售是典型的凯子军售，积压十分严重。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上月统计，美国多年来累计未交付军售台湾项目总额高达约190亿美元，包含战机、坦克、导弹和无人机等项目。这一问题在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日趋严重。据悉，美方未来或发放技术出口许可，由岛内军火商自行生产。还有岛内媒体曝光，美国近期售台武器还有附加条款，那就是侦查所获得的情报信息要优先回传给美军。此前已有报道称，新竹乐山基地就是由美国主导，测控雷达、侦搜角度和情资通报信息都由美国优先使用。国台办和国防部都多次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坚定明确，美方应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武装台湾是十分危险的赌注行为，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台当局得到了美国的一些武器装备，或者是说相对的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从体系对抗这个角度，它差的比较多。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数量上差的比较多。那如果就是以它的这种所谓小刺猬这种作战的样式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的话，那还是这个螳臂挡车，不堪一击。尽管赖清德正式走马上任，但仅有40%的民意支持，而且蔡英文经过8年的领导，多项重大民生经济政策跳票，留下的也是一个大烂摊子。这些都预示了赖清德未来4年的日子不会好过。尤其是民进党丢失台立法机构多数席次，让赖清德上台就跛脚，更加大了其施政的难度。520当天，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集体缺席赖清德的就职仪式。国民党团20号下午还召开会议，对21号台立法机构将表决该机构改革的相关法案进行沙盘推演。而就在3天前，台立法机构审查相关法案时引爆蓝绿大规模冲突，多人受伤挂彩。国民党方面对民进党民代的粗暴态度非常不满，并放话这将给赖清德未来的执政带来负面影响。他是一个只有40%得票率的少数，你们今天把蓝白都激怒成这样，那未来请问赖清德的预算要怎么过？在台立法机构有8席民代扮演关键少数的民众党，上周也召开记者会质疑赖清德从当选到就任空窗4个月，也未曾拜会在野党，尽显傲慢。从目前蓝白表达出的不满，以及民进党沦为少数，可以预见，未来台立法机构内的争斗甚至持续混战将不可避免。未来赖清德想要推重大的政策和议题，都会遇到强烈杯葛。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制衡的状态，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而言，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假设如果赖清德的施政没有受到强力的制衡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在谋独的道路上一路的狂飙。因此，我们衷心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这样的一种强力的制衡，能够从内政的制衡延伸到对他重大施政方针的权力的制衡。这样的话，才会避免赖当局未来的施政失控，也会避免台湾陷入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除了蓝白的掣肘，赖清德还要面对前任蔡英文执政8年给自己留下的一大堆烂摊子。2016年，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中抛出多张支票，包括将积极参与 TPP、RCEP 等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强化台湾社会安全网，积极推动司法改革，促成内部针对两岸关系凝聚共识，以及建立常态紧密的沟通机制，来防止误判，以有效解决争议。另外，为化解社会对立，蔡英文2017年称将邀请政党领袖坐下来谈，也始终未履行。2021年，蔡英文更进一步表示，针对当局体制和组织、地方制度、土地规划和区域发展，必须检讨调整，同样未进行。赖清德就职前一天，民众党召集数千名示威者在民进党总部大楼外抗议民进党执政8年跳票，多项改革原地踏步。抗议民众手拿在台湾名为巴勒的番石榴，抗议民进党成了只会开巴勒票及空头支票的巴勒党，未兑现包括媒体、司法等领域的改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现场痛批民进党当局是最大的诈骗集团，社会住宅8年20万户做不到硬凹，停电就怪小动物。蔡英文说当局听不到，人民可以大声一点或拍桌，选择走上街头，就是对8年的跳票无可奈何。民进党这8年下来的跳票，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傲慢。台湾经济日报指出，稳定供电、能源转型以及在地缘政治、数字转型及近邻转型的环境下，如何成功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是赖清德所面对的3大经济问题。这3大经济问题没有一项不是民进党执政期间制造的，同时也没有一项是民进党当局可以轻松解决的。其中，能源问题无疑是最严重，也是让人民最有感的，都是民进党当局推出的2025非核家园这一激进错误的能源路线后，逐渐走向崩溃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民进党对核能的态度，如能沿用核能，能源转型就有所保证，电力供应也不会出现大问题。目前的大问题出在民进党内部，反核曾是民进党由在野走向执政过程中的神主牌，并在其极力渲染造势下成为吸票机议题。但民进党在激进路上走得太远，导致岛内常态化局部停电，电价持续上涨，台电持续亏损，绿电弊案丛生，更严重影响半导体等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台湾联合报上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蔡英文留给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能源政策的破碎化，到了日夜难以接续的地步。前任的窟窿还没补上，赖清德又频频画大饼。赖清德在选举时就曾扬言要将台湾打造成经济领域的日不落，具体规划也相当大手笔。而在就职当天，赖清德又开始描绘蓝图，表示他会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未来将扩大幼托、长照、社会住宅等服务，改善物价、房价、贫富差距，强化食安、道路安全及社会安全网，继续改革教育、司法转型正义等。有分析指，赖清德7年前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时，即一再宣称要解决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的5缺问题，但7年过去，5缺无一解决，缺电问题则是加倍严峻，这是赖清德无法遁逃的问题。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4月中旬，台湾北部差点大停电，再次暴露台湾供电不稳乃至缺电的危机。此前多年，夏季缺电导致频频拉闸限电，极大损害了民生福祉和企业利益。此外，蔡英文的2025非核家园绿能目标确定跳票，台电出现巨额亏损，因此自4月起调涨电价，平均涨幅11%。报道指出，随着岛内核3厂1号机的运转执照即将到期，届时岛内将出现951万瓦的巨大机载电力缺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核能专家布吉诺教授日前在台北市建议，解决台湾的电力危机，首要工作就是维持现有反应炉的运转，最好把封存与停止的反应炉，例如核4厂陆续恢复发电。核4前厂长王博辉也表示，蔡英文过去8年坚持太阳能发电及风电，被证实无济于事。他呼吁赖清德不要局限在小格局里，放弃民进党视废除核电为神主牌的僵化思维。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赖清德如果想要解决岛内面临的一系列民生发展问题，以及兑现其承诺，关键就看他愿不愿意投入相应的资源。但坦白来讲，这是比较艰难的。台湾大量的资源其实用在了2个地方，第一个是用在了台湾的对外的军购方面，可以说是砸下了巨额的资源，而另外一方面，它又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比如说半导体等重要的产业当中去，这就使得民进党当局其实对于改善台湾的社会民生没有太多的资源可用。从这个角度上讲，未来赖清德的经济施政可以说是想要做好，其实是难上加难。过去8年，民进党当局加速去中化，推升两岸紧张关系，也让其得以对台军以及相关政策不断上下其手。当中最受岛内社会诟病的就是强推募兵制，因为少子化已经成为台湾严重的社会问题，再加上年轻人不知为何而战，更不愿上战场为台独充当炮灰，让台军人力不足的问题持续恶化。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将所谓转型正义塞入台军，加速拆除营区内数百座蒋介石雕像，此举遭到军方抵制。香港南华早报19号刊文指出，蒋介石的传承代表两岸的深厚历史渊源，与民进党政治理念相悖。如果赖当局强力推动拆除铜像，让政治正确渗透到军队，会对台军内部造成分裂。分析认为，这背后实际上是台军方对赖清德任命外行人顾立雄担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所表达的不信任和不满，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赖清德未来4年的执政挑战。赖清德任命了一个典型的台独分子顾立雄去担任台湾的防务部门的长官，这是违背台湾防务部门内部升迁的相应的伦理的，并且这样的一个打着所谓的文人长军的旗号，其实是要推动台湾的军队深度绿化的行为，其实会在台湾军队的内部产生强烈的反弹。从这个角度上讲，台湾的防务部门能不能做到民进党当局要求的那种所谓的以武谋独，我觉得是非常艰难的。赖清德520演讲充斥着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信号。外界认为，不排除赖清德还将在台独的路上爆冲，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行径将比蔡英文时期更为恶劣。未来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深圳卫视专访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可以看出他的整个有关两岸关系这方面的讲话，完全不出他胜选那一天1月13号嘛，他的胜选的感言，还有就是他接受《华尔街日报》提出的所谓4大安全，这个支柱，啊，再加上他说他要延续这个蔡英文的4个坚持的路线，所以整体看起来的话，他是往两岸互不隶属，也就是所谓两国论啊，是往那个方向去走的。所以我不认为他这个讲话哈，那么大陆会会给任何比较积极的这回应。赵春山是马英九执政时两岸政策方面的核心智囊学者，他认为赖清德演讲不友好，以中国指称大陆，还喊出互不隶属的挑衅口号，这实际上就是两国论。赖清德一边宣称维持现状，一边宣扬台独，两岸风险将大增。两岸这个关系啊，这个如逆水行舟啊，这不进则退。那么在过去蔡英文执政这8年，已经大幅度的倒退啊。那么你现在要维持现状，是维持什么现状呢？你想要维持过去那8年的现状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形势也在变嘛。那么尤其习近平习总书记讲，这个世界现在面临100年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大的变局里面，你想什么都不动，两岸关系是不可能的。民进党当局警报美国大腿在以美谋独的路上越走越远。赵春山认为赖清德的毒性更强，因此对美国的依赖会超过蔡英文。他质疑美国是否真的可靠，美方真的会为台湾一战吗？这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是否可以依赖美国，把台湾放在美国一个不确定的对外政策里面？美国现在还强调战略模糊嘛？是不是对台湾战略模糊？那战略模糊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协防台湾，要不要出兵还不一定，那叫做模糊嘛。所以台湾是在一个不确定的安全环境里面，那你觉得对台湾可靠吗？是不是？答案是非常清楚的。特朗普最近也在讲嘛，如果他当选以后，搞不好他对台湾也是一样啊，晶片的半导体一样要征巨额的这个税啊，谁在乎？谁在乎你？
只有两岸自己人，两岸一家人，他才会在乎你。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交流日益深化，取得不少成果，至今仍在造福台湾社会。马英九本人近年也牵头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日前，赵春山也再次跟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大陆。在谈及这次赴大陆交流的感受时，他表示，大陆对台湾人民的善意更多了，但这份善意不可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你主张台独的然后你又从两岸经贸里面拿到好处。这个谁能够忍受，对不对？但他对台湾人民还是有期待，因为大陆很清楚的这个解读嘛，这是台湾的选举，这个40%这个选赖清德不是代表主流民意嘛，是不是？那这60%，他们甚至包括40%里面的一些支持赖清德的人。还是主张两岸和平，还是主张交流嘛？而且他确实在这个ECFA 这个部分呢，是给台湾关税方面非常特殊的地位。赵春山认为，赖清德应将大力气用在改善岛内民生福祉以及为企业谋求利益方面，而不是动辄挑动两岸对立。但在最近的岛内立法机构全5行大乱斗中，已经让外界看到了撕裂的信号。首先，民进党过去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国民党现在才开始硬起来，国民党以前都被认为是太软弱，那这次的国民党的里面一些生力军呢是比较强悍的，像徐小新那种很强悍，对不对？那这个的民进党他是不习惯的，他自己硬的时候他认为理所当然，当对手硬的时候他就不太习惯了。赵春山提醒，岛内经济的希望在台积电等优势产业，但在美日拉拢下，相关制造业正在出走。但赖清德等台独势力非常依赖美日，预计他也不敢对美国、日本强硬，岛内经济前途不容乐观。台湾这方面的人才技术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是出走你能够想什么办法把他们留在家里这里面又涉及到很多政治的问题。对赖清德来讲，你不要把你的所有看家的本事所有你的家当一家伙通通消耗完。你看武侠小说里面常有那个师傅教徒弟还要留一手葵花宝典什么的，你要留一手，因为我担心哪一天你个徒弟对我不忠，对不对？所以我还有个武功我没有传给你的。台湾现在不是嘛？台湾现在你如果把所有东西都交出去不敢说不，永远不敢说不，那你存在什么价值？